很多人问阿明，2026年的新加坡 PR 是不是越来越难拿了？其实，如果你了解前2年的那场荒诞而疯狂的假结婚狂欢，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新加坡现在把审查做得像过筛子一样细。这背后不只是移民系统的升级，还有数不清的血泪和代价。来说说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吧。就在过去的2024年，新加坡假结婚案件从年初的4起一路飙升到全年整整41宗，同比翻了8倍，这是过去6年来最高的数字。这些案件涉及不少中国和越南的女子，为了拿 PR 身份，她们铤而走险和新加坡本地人假结婚。到2026年，这些人多数已经在监狱里吃完了咖喱饭，但等待他们的却是终身遣返和永久进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有人宁可坐牢也要冒险加入这种骗局？今天我们就来拆解那场假爱之名的灰色产业链，从那些花2万新币买来的假老公举办奢华酒店婚礼的闹剧，到新加坡这套精密的可怕的执法系统，看看当初那些人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进法网的。假结婚不是个案，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灰色产业链。直接聊一个真实案例，越南女子灵儿因为无法申请 PR，居然建议她的新加坡干爹假结婚，结果最终换来坐牢7周的苦果。灵儿28岁时，通过朋友认识了32岁的老陈，两人很快熟络，发展成有偿性关系。老陈每周给他2000新币，包养他月费达8000新币。但时间一长，老陈经济压力越来越大，拖欠的包养费累计到了14000新币，这都够包养他差不多2个月了。为了拿到新加坡 PR 并留下来，灵儿提出了一个计划，假结婚。灵儿和老陈达成了交易，结婚后支付老陈一笔钱，补贴之前的拖欠费用。整个灰色链条就是这么运转的，中介费大约是1万到2万新币，其中大头由犯罪团伙分配，而假老公们的初始费用约3000到5000新币，还有每月的封口费300到1000新币。灵儿最终还是没能躲过移民局调查，到了2024年，法院判他坐牢7周，而老陈也为此付出了代价。更离谱的是，这种假结婚现象还衍生为犯罪团伙的业务，他们甚至安排豪华酒店婚礼来让骗局更逼真，假老公们能获得上万新币的酬金。瞧这账本，真是假爱之名下的真金白银啊！有人说新加坡假结婚的产业链很狡猾，但新加坡移民局其实更狠。如果你以为假结婚只是骗过个人感情，那就错了。在新加坡的高科技执法系统面前，你不仅骗不了人，更骗不了数据。2026年的今天，新加坡移民局的侦查手段已经全面升级，不再只是简单的查房，而是一套大数据闭环逻辑。比如，你和你的假老公报称住在同一个地址，但长期下来，水电费、燃气费的消耗却只有一个人的生活水平。这种情况，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，还有社交媒体的数字痕迹。如果两人通过假婚关系相处3年，但你们的朋友圈毫无任何互动照片，定位长期不出现在同一地点，那移民局直接就可以列入检查对象。最狠的是，移民局甚至会找邻里或者双方父母来进行突击询问。曾有一个案件里，移民局上门问男方母亲：“你儿子是不是结婚了？”结果母亲一句“我儿子没结婚”，直接戳穿了一场骗局。这招真是让人不得不服。这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？新加坡真正厉害的不是单靠人员来办事，而是那套精密到连 WiFi 连线设备数量都清清楚楚的天眼系统。假结婚真是一场既疯狂又愚蠢的冒险。很多人以为花钱买来的身份是稳赚不赔，可实际的代价可能让人彻底颠覆这场交易的想象。从罚款到监禁，新加坡法律对假结婚的处罚极其严苛，最高可判10年监禁加罚款1万新币。这不仅让人难以承受，更彻底摧毁了个人信用记录。当你被发现参与假结婚，你的指纹、虹膜等生物信息都会永久标记为移民系统中的红码，意味着你从此与新加坡所有签证和居留资格无缘。换句话说，这场交易买来的不仅不是 PR， 而是你在新加坡社会中的彻底封锁，这是彻底的社会性死亡。你知道还有多荒谬吗？一些犯罪团伙甚至贴心的帮参与者安排豪华酒店婚礼，嫁夫妻还要学足表演，对内配合邻里关系，对外营造恩爱生活，说得像真夫妻一样。但无论技巧多娴熟，假婚还是逃不过新加坡法律的多重查证和数据追踪。最终，他们的所谓努力根本瞒不过这套严密的审查体系。到头来，这场闹剧让人赔了钱坐牢，甚至被笑话一生。为了一本护照，
他们付出的完全超出了可以承担的代价。聊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纳闷，阿明新加坡一年批几万个 PR， 这几十个假结婚的案件占的比例连1/1000都不到，政府至于动用大数据突击查房，搞得像拍谍战片一样吗？这你就不懂新加坡的小国生存逻辑了。首先，这是在保护公共资源的纯洁性，大家得明白，新加坡每一个 PR 名额背后绑定的都是真金白银，是祖屋补贴，是医疗津贴，是孩子那全球第一的公办教育学额，这每一分钱都是老老实实纳税的本地人攒出来的。如果身份可以用几万新币买到，那对那些苦等多年、认真交税、对社会有真实贡献的申请者来说，简直是最大的羞辱。新加坡政府抓假结婚，还是在保卫这张门票的含金量。其次是核心问题，信用。在2026年的今天，新加坡为什么能吸引全球高净值人才？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透明且确定的。如果婚姻可以作假，那学历是不是也能作假？流水是不是也能作假？一旦假开了口子，新加坡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根本就动摇了。最扎心的是，捷径成了最贵的单程票。在师承所谓，捷径往往是最长、最窄也最危险的路。那些动歪脑筋的人可能没算到，到头来这些行为是在为自己的信用画上一道永久的红码。既然捷径走不通，那咱们就得正经聊聊了。为什么即便审查严到这份上，这本护照依然让人宁愿坐牢也要换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这本护照不仅仅代表通行便利，更是代表一种确定性。在如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新加坡护照全球免签的国家数量名列冠军。换句话说，它就是一张全球通行证。谁拿到这本护照，谁就掌握了绝对优势。除此之外，新加坡提供的社会福利、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及经济上的安全感，也让许多人向往不已。到了2026年，新加坡对每个家庭的补贴福利包不断上涨，而这里的教育体系更是全球顶级。拥有新加坡的身份，意味着可以享受最稳定的未来，而你只需遵守规则。新加坡这个制度就像一个坚固的保护伞，让你活得安心。可如果你挑战它的红线，那这套系统同样会成为最冷的一把刀。所以那些通过假结婚想抢占新加坡身份的人，从来都是错付了。说到底，聪明人在哪里都不缺，但新加坡欢迎的是规矩的老实人，踏实的生活，用自己合法的努力去换取身份，这才是真正能够留在狮城的船票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拆解了新加坡已被曝光的假结婚灰色产业链，也聊到了这场疯狂代价背后的原因。如果你对新加坡话题感兴趣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。我是阿明，我们下期见。